從農業時代走到我們現在文明時代啊，靠的是什麼啊？那這個是我們應該了解的。為什麼我們可以從這個野蠻農業時代走到今天？當然，第一個是科學興起，科學在17世紀發展。那麼現在我們講科技，很多人把這個科學跟技術啊搞混了。科學跟技術是完全不同的東西。科學是什麼？科學是研究正確的因果關係啊。比如下雨，有人說以前龍王放水，那不是正確因果關係，是吧？現在知道說啊，是下雨水蒸氣蒸發什麼之類的。那麼科學是已經存在宇宙間的一個因果關係，我們只能發現。技術是解決問題和制造器物的方法的 know-how， 它是需要我們發明的。那麼人類的技術遠遠走到科學裡面，对吧？古人造橋、修路、坐船啊，或者是陶器、瓷器、銅器什麼，這些都是技術啊。可是科學真的是17世紀才真的開始，就始於說哥白尼發現說太陽才是太陽系運行的中心，這叫日心說，而非古老的地心說。在哥白尼以前呢，從托勒密一直到這個15世紀啊，大家認為說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，地球是不動的，太陽、月亮所有行星都繞着地球轉。這托勒密的他是活在公元100年到170年，活在這個羅馬統治下的這個埃及的亞歷山大，他就畫出這個地心圖。這地心圖呢，也能夠大部分都相當準確的能夠預測這個天體的運動啊。所以這是從托勒密開始一直到哥白尼時期，這是大家認為這是毫無可以懷疑的這個公理。聖經也把這個套在裡面，聖經說啊，地球不動的。可是呢，這個哥白尼的時候就開始懷疑啊，這麼複雜的這個圖應該是不對的啊。這個有個奧卡姆剃刀原理，這個很重要。這個是由14世紀的邏輯學家叫奧卡姆的威廉，這個 William of Ockham。這個 William 他是個教士。這奧卡姆原理他說啊，當你有2個方案理論或解釋都能達到同樣的效果的時候啊，最簡單的那個通常是正確的啊，基本上就是一般的大道至簡啊，就是太複雜的東西。比方說像檢察官或者警察問犯人，都喜歡你回答是或否，有或沒有啊。你中間一扯啊，就像人家這個有個笑話問中國外交官說：“你有沒有家暴老婆？”他說：“家暴是我反對的。”不符合這個奧卡姆剃刀原理。那哥白尼的認為說，透過他的觀察，應該是大家都繞着太陽轉。繞着太陽轉的話，其實這個圖就非常的簡明啊。那麼中間有個關鍵，就是說，怎麼樣證明是大家繞着地球轉，還是我們繞着太陽轉啊？這有個很重要的這個圖，就是說，這個托勒密的這個模型啊，沒辦法解釋一個叫做火星的逆行的現象啊。所以逆行現象就是說，你看這上面來講，它本來1點跑到2點、3點，又回來4點，回來5點、6點，這好像這樣繞啊。為什麼這樣子？這樣用日心說解釋就很簡單。你看底下這個紅的是太陽，地球繞着太陽轉，這個火星也繞着太陽轉，它在外面的大圓圈嘛，這個大圓圈沒畫出來，所以地球運行到1點的時候，火星也在1點，你看它的方向是那個方向。可是慢慢，你這個地球運行到每1點的時候，它對應的這個火星的點呢，它就呈現這種逆行的現象。所以逆行的现象用托勒密模型沒法解釋，可以用日心說就很輕鬆的解釋啊。所以這個哥白尼在1514年就確定這個行星繞着太陽轉，可是哥白尼呢，不敢講話啊，因為怕受到迫害。在哥白尼時代呢，這個羅馬教廷勢力非常大。哥白尼其實 by the way，他是一個教士，他其實在教堂很有地位，因為他的舅舅是波蘭的主教，他又是教士。又是財務專家，又是貨幣專家，劣幣驅逐良幣就是他發現的他還是個醫生啊，精通各種語言，還做過外交官。那麼他知道說這個公布這個事情非同小可。他的論文其實在1514年就寫好了，然後快到1543年快死的時候，他學把印出來給他看，他摸了書就走了所以沒有受到這個迫害。可是後來的這些人，像日心說的。就很慘啊 ，Giordano Bruno， 他是
一直宣傳日心說，結果他被抓到羅馬去，從這個1592年呢、被審訊了7年，叫他認錯，悔改不肯，所以1600年在羅馬的花園廣場活活被燒死。那另外就是 Kepler 他不但是相信了日心說，他創造了这個天體運行的3定律啊。1609年提出一個說所有行星都繞着太陽轉，以橢圓形、橢圓形軌道運行的第一、第二定律。過了10年就整理出第3定律啊。第2定律就是說，橢圓形半徑相同時間掃過的面積是相等的啊。這意思就是說，你越接近太陽的時候，它就飛得快；離開太陽遠，它會飛得慢。而第3定律就是說，最長軌道半徑的立方跟周期平方成正比啊。這是科布勒3定律。那麼這個3定律是何等偉大的定律，可是他並沒有受到當時的尊敬，也偷偷摸摸，他沒有被這個抓去燒死，因為他是日耳曼人啊，不在羅馬教廷管轄之下。可是他也被當地的教廷驅逐，認為他異端，所以他也是到處流浪啊，靠那個講星象算命為生啊。今天我看那個台灣新聞說，台灣人每年花3億在算命，啊，其實我想在這塊市場去搶佔一下，啊，那算命很簡單，那算命說命好不好？它一定好啊，我整個財富也在增加，一定好啊。不過你不要東南西北看，你往上看，是吧？那麼另外這個伽利略很偉大的，伽利略他是第一個是把這個物理現象做很多實驗，數學來表示啊，所以他早期的像那個自由落體啊，這個慣性啊，這些力造成加速度，這些都是伽利略發明的。後來這個牛頓出現，伽利略在1642年去世，牛頓是出生，這可能是科學上的轉世。牛頓呢，比他們多了一個，他發明了微積分啊，用微積分把科波勒、伽利略這個理論呢整理出來，所以他在1687年發表叫做《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》啊，奠定了這個物理力學上皇帝的地位啊。一直到1905年，這個愛因斯坦把它修正，隔了10年才出廣義相对論。隔了10年很有趣，跟那科波勒第1、第2定律跟3定律提出的間隔也差不多一樣，10年，這很有趣的巧合。那麼我講這個就是說，其實這些都是我們改變我們人類啊何其偉大的人物，何其偉大的歷史。我們中小學應該教這個啊，可是我們中小學每天教一些流氓史。什麼叫流氓史啊？中國這些帝王啊，每個都是流氓。中國儒家講啊，我們要什麼講這個禮義廉恥啊，四維八德啦，什麼3小德5大德，講了半天，希望把人訓練成君子啊，然後希望君子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可是在中國呢，平天下的沒有一個是君子，通通是流氓。毛澤東是最大的流氓，是吧？所以應該從小學開始教這個科學史。那麼配合着科學的發展呢，還有重要就是民主的革命。你看到這個羅馬教廷對科學的破壞，就知道民主的重要啊。所以很幸運，就是說11世紀民主的重大的發展，最重要的發展是1688年的光榮革命啊。光榮革命是什麼？就是當時的這個英王詹姆斯2世，當時這個法國路易14啊，是他表兄弟，他們這個祖父母是同樣的。那這個路易14在法國是太陽王啊，不得了，雄才大略，南征北討啊，很專權。那麼這詹姆斯想學他表哥，也在英國要專權。英國跟法國不一樣，英國在1215年就有大憲章，就是國王跟貴族權力是抗衡的。詹姆斯2世想把這個加重王權集中，同時最重要的說，他要學這個路易14，把天主教取代當時的英國的新教。所以後來這個英國議會呢，就去商量，詹姆斯的女兒叫瑪麗，瑪麗嫁給了荷蘭的執政啊，叫威廉3世。那麼他們就說：“哎，你們夫妻倆回來，把這個詹姆斯趕跑。”啊，那瑪麗也同意。為什麼？因為瑪麗本來就是應該是詹姆斯2世繼承人，可是結果呢，詹姆斯2世又生了一個兒子，他繼承權可能落空啊，回來把他趕走。
光榮革命並沒有這個死亡，就是張伯勞是跑到法國去，所以這個是光榮革命。那麼光榮革命以後呢，英國就訂立了權利法案。權利法案叫第一個，你看限制王權，就國王未經議會同意不得廢除法律，議會制定的法律國王不能廢除，不得徵稅，和平時期不得維持常駐軍，而且保障議會，就國會議員有言論自由，國會必須定期召開，也保障民權，人民有請願權、選舉自由，不得對犯人施加殘酷的刑罰。所以這個權利法案呢，就是確定了真正的民主啊。那麼接着呢，1689年，John Locke 提出政府論，約翰洛克，這有重點，就是說，第二，沒有什麼君權神授這種事情啊。第二個是每個個人老百姓都有天賦有生命、自由和財產權啊。政府的合法性來自於被統治者的同意。政府權力分立，當時這個建議說，行政、立法、外交分開。那麼這個分立後來被孟德就把它確定變成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權分立。那麼第五，他說，如果政府侵犯人民權利，人民有權利武力推翻暴政。江洛克這個政府論就是確定了主權在民，它的影響了。你看，美國獨立受到影響，法國大革命受到影響。1948年，聯合國公布的世界人權宣言也在重複約翰洛克的理論啊，重複主權在民，助民自決。所以在今天在台灣來講呢，說台灣是誰的？當然是台灣人的嘛。那主權在民嘛，這從1689年John Locke講到現在，你講了多少年了？老共還在講着他有台灣主權。這個11世紀民主的發展保障了自由和私人財產，促進了科學發展。你不尊重他的智慧財產權，不保障他的自由，科學很難發展，對吧？那麼科學帶動了技術的快速發展。我們以前講說，技術遠早於科學，不過以前的技術很緩慢啊。你有什麼技術很快，別人就抄走了啊。可是科學知道因果以後，這技術的快速的發展。所以今天我們享受這個文明，我們也知道說，民主科學是帶動文明提升兩個巨輪啊，是讓我們羽化登仙的兩隻翅膀。因為科學技術發展，所以19世紀有動力機械革命，20世紀有電子電腦革命，21世紀現在進入了太空 AI 的革命。那現在我們回談談這個中國的問題。這個中國很討厭，每次說台灣問題，台灣問題。我們講台灣沒問題，你才有問題。這中國問題從什麼時候開始呢？從名稱開始。第一個，中國這個地方它是一個地理名稱，從來不是國家名稱，所以我們應該叫對岸叫三河流域，就像我們看中東兩河流域一樣嘛，什麼幼發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，兩河流域嘛，什麼他們呀？那中國應該講三河流域是長江、黃河、珠江三河流域，這是地理名字。三河流域幾千年來流淌過無數的民族國家，沒有一個國家叫中國啊。那習近平有次在新年講話說：“你看中國這名詞啊，在西周的青銅器的河尊上面就出現‘中國’兩個字。”哎，那個是地名啊，不是國名，別亂扯。那是這個中國講的就是河南商丘這個地名，不是國名。所以就是說，幾千年來三河流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公布，連這一點呢就不科學啊，亂扯。中國的問題在這裡。所以中國呢，基本上就是有文化而無文明。這在台灣來，我們要區分這兩樣東西。什麼叫文化？文化是生活習慣的總和，叫文化，對吧？你吃什麼？你喜歡什麼？過什麼節慶？有什麼信仰？有什麼風俗？這些都是文化。今天我們講文明很清楚，就是你有沒有科學，沒有民主，這兩個就是文明的翅膀。你沒有科學，你沒有民主，你沒有文明。我很多人說認同中國文化 ，OK， 中國文化我也認同啊。那可是中国是沒有文明的啊，這是我們要了解。這個是一個非常關鍵性的。1793年呢，英王這個喬治三世派了一個使節團來 Macaulay 見乾隆，為了展示英國實力並誘發貿易興趣精心挑選了這個600箱最先進的科技產品，包括有天體運行儀、地球儀、蒸汽機模型，裝有110門大炮的戰艦模型，
啊，叫皇家君主號，有榴彈炮、連珠槍、望遠鏡、熱氣球，等，都是代表英國這個科技跟工業實力的產品，希望能夠跟這個清廷啊來做貿易。結果清廷為了說你要下跪跟我下跪，折騰了很久。他說怎麼我英國怎麼跑來你下跪？不行。後來就說這樣，你們英國你看了英王禮給什麼？他說我的單膝下跪。OK 好，就用這個單膝下跪，算是跪了，接見了。接見以後呢，乾隆对表示英国海軍威力、工業實力的東西毫無興趣，說只是奇技淫巧，隨手把這些禮物丟進圓明園的倉庫。直到67年後，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時候，英國人才發現這些禮物還鎖在倉庫裡面。乾隆就說啊，那你既然來了，我寫封詔書回給喬治三世，這個在故宮都有啊。天朝物產豐盈，無所不有，原不借外夷貨物，以通有無。爾等欲遣使久居天朝，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，動不可行。想來我這裡住門都沒有。而國王遠在重陽之外，恭順來貢，反正送禮物當成貢品，朕加體恤，無得別生妄想，以知事端。乾隆就回贈了也很多禮物。都是什麼農產品、工藝品，什麼茶葉啊、冰糖啊、綢緞、瓷器、漆器送回英國。結果這麼傲慢鎖國，很快的受到教訓了。1860年，英法聯軍進軍北京，清軍在大沽口，就天津的前面張家灣連敗之後，9月21號在八里橋決戰，升格林沁集結了約3萬名清軍，包含精銳的蒙古騎兵。對8000名聯軍衝鋒，結果陣亡數千人，潰敗。這個英法聯軍僅5人死亡，40人受傷。那你說這雙方的科技實力就從這裡看出來了。乾隆錯過的文明的教育，選擇了這個站在文明的對立面。